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31日晚间19点48分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在这里呢，我们观察到了一组完整的日线级别下跌细由，分别是悟空阴线我们看悟空阴线这个位置呢，它的出现呢，它是被压制了500年之后也就是上涨趋势中被压制了500年之后，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非常突然的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这个实体阴线我们管它叫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阶阴线，但是呢，我们看到了8阶阴线后面被3根 K 线干扰了，这3根 K 线呢，我们管它叫妖怪 K 线，也就是说这4根 K 线呢构成了8阶阴线组，最后呢走出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我们同时看到了唐僧阴线是由2根 K 线构成的，那昨天的这根算不算呢？昨天的这根我认为也是算就前天的这根也算，那昨天的这根也算，那怎么说呢？这2根呢，分别是它先出了一个干扰 K 线，让你误以为这根 K 线是唐僧阴线，但最终走出来的这根更大的实体阴线呢，它才能构成最终的日线级别唐僧阴线。在这里呢，我们最终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一组日线级别的下跌细由，同时我们发现了日线级别下跌细由走完之后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均线，这个均线呢就是60日均线。那在这个位置上呢，行情就有持续向周线级别下跌细由产生的一个动能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这样的动能。我们提到了这轮行情道琼斯工业指数的下跌，它是由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细由构成这里是第一轮，然后第二轮第一轮中间有个反弹，日线级别反弹，然后第二轮下跌，第二轮下跌完成之后第三轮只走到8阶阴线的这个位置，随后发生周线级别的反弹。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呢，就有出现周线级别对称性下跌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我们现在行情当中道指这里面观察到了是一个周线级别下跌细由的一个8阶阴线的这个位置那下方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构成对称性的上涨和对称性的下跌，完成多空双向的一轮绞杀。那么它一定会对我们的比特币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在昨天道指出现日线级别一个新低的情况下，并且跌破60日均线的情况下，比特币在今天并没有出现继续下杀它在19540见底之后持续出现了震荡和反弹。那这里的震荡呢，我们一定要观察它的时间级别我认为19540出现之后，它做出来的是小日线级别的反弹和小日线级别急速的下杀。那我们看到它的小日线级别反弹呢，是经历了2轮半小日线级别反弹，但并不构成4小时级别的反弹，它的时间级别没有达到4小时级别反弹，随即发生小日线级别快速的下杀，一轮就结束了。所以呢，它是一个缓涨急跌，对多空双向进行绞杀。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很难对行情方向有所把握并且呢，这种行情呢非常容易把你在高位，比如说你在21000美金做空的这个单子在这里面被反弹你出局获利出局，但是这个获利出局是因为你感觉它还会走上去它有没有可能走上去呢？我认为是有机会有的，但这个行情下呢，还不是你平仓的一个位置依然要坚持之前我们在21000美金做空的这个仓位。为什么要坚持呢？因为行情整体来说还是处在一个下行的通道当中，这个下行的通道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是第一点。结构上仍然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并且呢，在这个趋势当中，我们看到了美股不断破出新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空头依然应该坚守在行情当中。那在什么情况下出局呢？我认为通过这个结构我认为它会有机会走出一个收敛三角形。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了波峰连线的这条边已经走出来的但是波谷连线这条边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走出来。如果最终行情能给出这条线的话在行情当中我们能够画出这条线的话，那么我认为这轮下跌
就即将要完成这条线的产生呢，我认为是这波峰连线这里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能够有一个恰当的焦点，并且这个焦点呢能被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行情当中你看这次的下跌从5月份从6月初6月初到6月20日左右17605这个位置的下跌呢，我们明显的能观察到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并且形成焦点在这个焦点附近发生反弹，然后继续下跌那在这轮行情当中，这轮反弹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6月份到8月份这轮反弹行情当中，我们依然也可以画出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白色的这个线有焦点接近焦点的时候发生下跌，跌破之后呢，它正在酝酿一个新的下跌的收敛三角形。当然了，我们认为低点呢可能会在19000美金这里产生可能会在19000美金这里产生，并且呢在接下来9月份的反弹行情当中有可能会看到23000到24000这个区间23000到24000这个区间。但是行情走到这里，美股依然继续下行，每天不断创出低点这样呢给比特币产生了一个下跌的动能，同时呢，现在结构上依然处在下行的趋势当中再者呢，就是在这个趋势上呢，我们观察到当前行情在周线上是一个下跌的8阶阴线的这个位置上处在这个下跌8阶阴线的这个位置上上周是悟空阴线这周是8阶阴线。这周是8阶一线，然后目前的阳线呢处在这个8阶一线的势力范围，那么行情就有周线级别下跌的可能性，所以呢趋势上仍然处在下跌的趋势当中这个19000美金有可能会跌破。那如果在这个时间点跌破19000美金它就会进行什么呢？进行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那么我们就会有新的做空的一个目标。但行情走到这里呢，没有产生支撑的条件下依然应该以这个空单为主如果跌破的话，我们空单会大幅获利的。这个位置呢还是不建议做多，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目前没有突破这个下跌结构，在没有突破下跌结构当中，并且我们看均线系统也是这样展示的5日均线和10日均线这两条线呢，蓝色是5日均线，红色是10日均线。目前5日均线仍然在10日均线下方，证明下跌趋势还存在。这里面连纠缠都没有发生如果出现反弹行情的话正式的反弹行情，这里面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会有一定纠缠之后呢才会有反弹。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上，5日均线依然在10日均线下方它是一个下跌的趋势，并且我们看到了上方一个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这两个均线依然也是处在下跌的这是大的时间周期，依然处于一个大的时间周期的下跌趋势当中。所以呢，行情无论是从特别超短线来看，还是从中线来看、中长线来看，都处在一个下跌的区间均线上是这样表示，这个结构上是这样显示。所以呢，我还是认为应该以做空为主要方向直到行情能够走出相对平坦的底部，甚至是5日均线、10日均线相互纠缠甚至是脱离了下跌结构有了这样的事实上的结构之后，我们才可以做一点点反弹。那么现在呢，我依然认为比特币来说依然是以空单为主。同时对于以太坊来说，我们首先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这个交易对代表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比值，一个动能涨跌的动能。那我们看到了这几个交易日以太坊对比特币表现非常突出，因为在这里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这里的反弹呢，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反弹目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力线附近，并且它上方存在一个高点前高附近。我们看到了这个反弹目前它有一条线在这里面这个压力线也非常重要。同时呢，我们看到了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对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交易对构成了一个同样前置作用这两条线构成了它的一个结构上的前置作用。同时呢，前高接近前高的位置上也对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起到前置作用。所以呢，在这里震荡过后容易在焦点位置发生下跌。我们知道一个结构处在焦点位置上
处在这个点的时候是非常有概率出现下跌的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如果出现急速下跌，那以太坊本身的价格就会出现快速下跌。同时呢，以太坊在这里在这几天的反弹过程当中不断测试一个位置是什么呢？就是5月份波峰连线形成的一个压力位5月份震荡过程当中波峰连线在这个16000美金构成的一个压力位，同时上方还存在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那这两个压力位呢是紧挨着的，同时呢还有第三条压力是它的弧形顶的压力。我们打开周线就可以看到我的弧形顶这个弧形顶是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弧形结构，在这个位置上1700美金同时存在压力。所以呢，目前行情对以太坊来说三座大山紧挨着的是三座大山。所以呢，在这个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它不断测试1650，但是就没有发生突破。虽然呢有可能发生突破，但是呢我更多的认为在这段行情当中在这个1650附近是一个可以布局空单的时间点。当然你可以在上方现在是1610是压力线在1610压力线布局的话，你在1650做止损就可以因为它上面有三座大山，最高的一点呢是1700美金。那么我们怎么做呢？我认为是它现在我们看的是小日线均线呢，我们看133、144和169这两个均线呢，它站上来了，那我们就把时间级别打到4小时线。4小时级别线呢，我们看到了4小时级别线它的一个重要压力，同时也是周线级别弧形顶的一个压力，那么在1700美金。所以呢，这个位置如果接近这个位置的话，也是一个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连续的布局以太坊的空单。为什么要连续布局呢？因为我们永远都找不到行情当中一段趋势当中的最高点，但是呢，我们知道它的整体趋势依然是处于下跌当中为什么说下跌当中呢？我们在这个行情当中看到了它是一个弧形顶的概念，它的所有的均线，特别是周线级别133和169均线正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所以呢，我们认为它是整体行情来说是一个下跌趋势。所以呢，依然看以做空为主不断捕捉到它在行情当中的一个可以布局的一个位置最终呢才能在行情当中获得趋势上的利润。那么对于 STG 来说我们不断提到这个币这个币很有参考价值这个位置呢，8月29日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悟空阳线，那么我们就可以以这个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作为多头的一个标志认为它有可能走出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但是在4小时级别上它在这个位置上的开盘价，也就是悟空阳线的开盘价被跌破了。跌破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位置上设置了一个止损我们就逃出来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这种次新币种还是有可能再次走出一波行情的，因为有很多资金在这里关照，并且超级主力的筹码在上线之后，它的筹码依然非常集中。所以呢，它如果持续下跌的话散户对它的关注度不高的前提下它不会把这个货出尽。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我们要耐心等待它做什么动作呢？耐心等待它做下一次的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然后再做进去。我们可能会做错3到4次可能每次都会出错，甚至我们可能就错了一次下次可能就对了这种几率是有。但是呢，你做的话就会有机会，行情你获利的条件就是你不断进场，然后不断认怂如果错了的话立刻认怂。但是呢，如果你抓到机会对了一次的话，所有你前面所有做测试的亏损全都会因为一波行情全都会找回来。所以呢，行情当中我们给大家提出的一点要求就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伤害自己错了就要认怂认怂之后再做永远不放弃，永远不抛弃。但是错了我们认错，我们要拿住自己的本金，抓住最大的趋势，获得最大的利润在行情当中就是一定要坚持不懈的做自己。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然后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